大家好，在这一集我和大家分享我新的漫画。10月1日是中共的国庆节，习近平站在天安门城楼上，望着游行大军喊道：“同志们好！”第一个走过的是黄色娘子军方阵，娘子军们看到总书记都十分激动，总书记好！于是齐声朗诵道：“不争地，不占房，工作只需一张床。”随后的是贪官方阵，贪官们齐声高呼：“党叫干啥就干啥，党叫多拿不少拿。”最后是房奴们愤怒地喊道：“倾家荡产买套房，政策一变全赔光。”今年诺贝尔奖给了伊朗的一位人权斗士，我很支持伊朗的人权运动，但是比起伊朗，中共更加残酷，对人权运动的迫害更加疯狂，所以我认为诺贝尔和平奖应该给敢于向中共挑战的人权斗士。但是由于中共加持全中国实力，疯狂报复任何批评中共人权的人，所以诺贝尔奖委员会现在也不敢得罪中共了，只好避重就轻，把和平奖给伊朗人。恐怖主义组织哈马斯突然向以色列袭击，屠杀平民，背后是伊朗、俄罗斯等邪恶国家。到现在为止，与民主世界为敌的邪恶轴心国已经组成。如果民主国家对某些邪恶轴心国的成员还抱有幻想的话，现在他们必须觉醒了。10月底，中国前总理李克强突然去世，年仅68岁。他在中共里边还算是比较有人情味的，长期受习近平打压。在新冠期间，他还公然违背习近平口罩令。这是我去年画的漫画，现在发表，算是对他的纪念。李克强虽然有人情味，但是他的目的和习近平的目的是一样的，都是维护中共一党专政。他们的主要区别是，习近平嫉妒李克强的教育和素养。李克强任总理时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习近平的野蛮和鲁莽，但是现在习近平把李克强彻底的消除了，他的野蛮鲁莽就更加不受限制了。今年中国的万圣节，人们用各种打扮来表示对当局的不满，非常有创意。我于是画了这幅漫画。谢谢大家，下次见。